这个小镇流传着一个诡异的习俗，要倒着走进家门才能带来好运。可小伙子却不以为意，就这么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。而就在此时，小镇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开始出现故障，电视信号变得不稳定，电台胡乱地跳动，灯泡也开始不停地闪烁。小镇上所有的动物也变得烦躁。之后，整片区域的电力设备就突然瘫痪了。此时，小镇上的居民并没有在意这些，认为这仅仅是简单的停电而已。可电力公司检查之后，却发现这片区域所有的设备都在正常运转，可一股奇怪的脉冲不停地在这片区域出现，就连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也没有弄清楚状况。等到了傍晚，小镇上方出现了100年难得一遇的彩霞，紧接着这片区域的电力突然恢复，马厩里的马儿再也按捺不住恐慌，纷纷要逃离这个小镇。不仅如此，当人们想熄灭灯光时，就算是按下开关，灯光也不会熄灭。与此同时，小镇上方的彩霞汇聚成了一股漩涡，猛地注入了地面。就在这瞬间，身处在小镇上的所有居民都在同一时间失去了意识，缓缓瘫倒在地。等到外出约会的金姐想要回到这里时，整个小镇已经被警察完全封锁了。想到独自一人在家的女儿，金姐绕过了封锁线。可她刚走进小镇外围，就看到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正在做着某种实验。不远处的一个草坪上，一名工作人员在腰上系上了安全绳，朝着一名躺在草坪上的男子走去。可刚等到他靠近时，就失去了意识，瘫倒在地。身后的工作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安全绳将他拉了回来，而他们似乎在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封锁范围。这时，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一旁的金姐，迫切想回到女儿身边的女人，转身就朝小镇跑去。可还没等他跑多远，金姐就失去了知觉。直到这群工作人员用套马杆将其拉回安全区域时，金姐才慢慢恢复了意识。小镇的异常现象立刻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。第二天一早，军队就将这里团团围住。为了弄清楚小镇内部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，他们派出了一架直升机，试图从高空拍摄画面。可摄像机就像是被干扰了一般，画面上只是灰蒙蒙的一片。为此，指挥官下令直升机下降高度，直到摄像机可以正常工作。果不其然，当直升机降低了高度之后，摄像机就恢复了工作。画面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大街上躺着的那些失去意识的居民。可就在指挥部下令直升机返航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直升机上的机组人员在同一时刻失去了意识，无人操控的飞机最后跌落树林，化为了一片火海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，政府决定扩大封锁范围，并开始疏散周围的居民。而执意要留在这里的金姐和维护秩序的士兵发生了冲突。就在状况愈演愈烈时，金姐突然接到了女儿的电话，周围的人也都随后接到了身处小镇内部的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小镇上的人们也开始陆续醒来，所有的男性都一切正常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可所有适龄的女性都感觉到了肚子里的，就因为男人走进了家门，镇子上所有的适龄女青年全部因此怀孕。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，军方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，将所有受到影响的女性集中到了医院，向他们讲述了这起集体怀孕事件。虽然政府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缘由，但他们决定将大部分的孩子打掉，留下一部分继续观察。这立刻引起了那些妈妈们的骚乱，他们有部分人认为这就是自己怀上的孩子，和昨晚小镇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联。可当一群已经确定怀孕还并未成年的女孩走进这里时，他们也不得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最后还是金姐站了出来，依靠常年在小镇上担任心理医生所获取的信任，说服了大家和政府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。而至于腹中孩子的去留，全凭妈妈们的自愿，政府也不会强迫他们。随后他们接受了医院的检查，在母亲的血液中提取出婴儿的 DNA 来确定孩子的父亲的基因。很快检测结果就出来了，所有的孩子都显示一切正常，不像是科幻片当中的外星人。可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，在婴儿的基因当中只能找到母亲的基因，可却找不到任何父系遗传的踪迹。这些婴儿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。而接到这个消息的年轻妈妈们，有一部分同意了政府的流产计划。可当他们来到医院准备签署协议时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房间的灯光突然开始闪烁起来。几位妈妈看向了灯光之后，就像是被操控了一般，同时丢掉了手中的签字笔，笔直地离开了医院。而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暗自叹了一口气，因为他们不是第一批来到医院的人，之前来到这里的妈妈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。政府决定不再干预孩子们的出生。就这样几天时间过去了，妈妈们的肚子也都鼓了起来。他们在军方的保护下定期在医院接受检查，所有人都没有出现异常状况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小镇。每当他们准备走出小镇时，一股奇怪的力量就从他们肚子中涌现，控制他们收回自己的脚步。更加离奇的是，所有的妈妈们都在同一时间感受到了宫缩，这是即将生产的前兆。在政府的帮助下，所有的妈妈们开始集中生产。在
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帮助下，孩子们都平安出世。等到所有人都离开，妈妈们都进入了熟睡之后，婴儿睁开了双眼，褐色的虹膜开始发出了亮光，整个护理间都渐渐变得诡异。这个小镇上的女人们，在经历过一场诡异事件之后，离奇的怀孕并生下孩子，而灾难已经悄悄逼近。这些大自然的馈赠，一直都生活在军方的监视之下，甚至单独为他们建立了学校。虽然这些孩子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，但经过3年时间的相处，妈妈们也对这些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就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，教室里的灯光开始闪烁，就连军部的监控室也受到了影响。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同一时间跑到了窗边，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随着孩子们走出教室，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，草坪的对面有一个同样的小女孩朝着这边走来，而妈妈们根本没见过她。孩子们将女孩团团围在中央，给她穿上了这里的校服，每个人都给了她一件这里的物品。虽然全程没说一句话，但他们就像是认识了多年的好友。此刻一旁的牧羊犬突然感受到了什么，不停地对着这里嘶吼，并挣开了缰绳冲了出去。可孩子们就像是复制体一般，同时扭过头盯住了狗狗，而小狗也立刻感受到了威胁，不停地原地打转，直到主人走了过来，孩子们才恢复原状。经过军部调查发现，这个新来的女孩原来也是那次停电事件的产物。在母亲还没有感受到怀孕就离开了小镇，等她感觉到不对的时候，她以为这可能是前夫的孩子，也没在意这些。可每当她准备打掉孩子时，就会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阻止。就这样，女人一直在外地将其抚养长大。可就在不久前，孩子强烈要求回到这里，而从其他孩子们的口中得知，他们其实一直知道这个女孩的存在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个初来乍到的女孩竟然可以准确地说出其他孩子的名字。为了验证某种猜测，军方将孩子们带到实验室，给他们戴上了一种接收脑电波的装置，让其中一个孩子在众多图案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，随后让其他孩子猜测选择的图片。而实验的结果却让……别看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有着天真无邪的外表，但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，去招惹他们，因为熊孩子闹腾起来，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这个母亲就因为违背了女儿的意愿，准备将她带离小镇，当天晚上就离奇失踪了。政府也因此介入调查。根据女孩的口供，当天晚上母亲开车将她送回家中之后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可凑巧的是，停车场的监控恰好就在这个时刻出现了故障。不仅如此，从停车场到家中的监控就像是排着队一样，依次出现了问题。不过老马还是凭借着敏锐的观察，发现了端详，顺着线索，他们将目标放在了一辆冷冻车上。而就在当天晚上，这群孩子们就出现了异常，他们有的做起了噩梦，要在家长的陪同下才能入睡；有的孩子身上竟然冒出了寒气，将手放上去就感觉是在摸着冰块一样。第二天一早，老马就带人找到了那辆冷冻车，打开门之后，赫然在里面发现了母亲的尸体。经过检测后发现，母亲是被活活冻死的，但凭借冷冻车的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，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母亲有反抗的迹象，这也让老马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些孩子。但高层却决定隐瞒这个消息，因为这些年以来，他们和这些孩子们都相处得很好。高层不想因为一个无端的猜测，就和孩子们站到对立面。可高层却不知道，随着那个女孩的到来，孩子们的性格变得越发古怪。看着前来霸占丈夫的女儿，母亲直接将她赶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小萝莉立马就生气了，她直接控制着母亲，将自己脑袋狠狠撞向了挂钟。不仅如此，两个男孩正在荡秋千时，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带着自己的亲儿子走了过来，不顾男孩的反对，直接将他拉下秋千，将自己的孩子放了上去。看着愉快的父子二人，两个男孩对视了一眼之后，看向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直接被秋千砸飞，而他的孩子更是直接从秋千上跌落。事后，父亲将他们带回了家，并扬言要好好教训男孩。可这一切都被一旁的小女孩看在了眼里。第二天，趁着上学的机会，女孩直接用书包刮花了男人的爱车，直接惹来了男人破口大骂。这也更加坚定了小萝莉的某种想法，但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。等到放学回家，女孩就魅惑了自己的父亲，失去控制的父亲直接找上了男人，两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。女孩则在一旁当起了辅助，帮父亲控制住男人，让父亲成功将其狠狠揍了一顿。而缓过神来的父亲看着嘴角挂着笑意的女儿，才明白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这种种迹象终于引起了金姐的注意，她暗地里开始调查这些事情，但金姐的举动很快就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。这天傍晚，趁着母亲不在家，女孩来到外婆也就是金姐面前，让她带自己去散步。虽然金姐开始怀疑这些孩子，但对于孙女的这个小小的要求，她还是满足了小女孩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好。金姐也和孙女玩起了捉迷藏，可等到小女孩藏起来之后，金姐就再也找不到孙女，她只能凭借女孩口中若有若无的声音向前方摸索过去，直到在一个铁轨上，她才发现了孙女。可哪知道女孩看见她，转身就顺着铁轨跑了出去，任凭金姐怎么叫喊，女孩也不搭理她。此时身后的火车也在慢慢靠近，心急如焚的金姐一心想保护孩子，但却不知道在这条铁轨上谁才是那个最先丧命的人。好在老马和金姐的女儿及时赶到，才避免了这个悲剧。但金姐和女儿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件事直接破裂，而这可能就是女孩真正的目的。自从这群妈妈们意外怀孕之后，这3年时间，
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被政府所监管，甚至还被孩子们的能力所限制，阻止他们离开这个小镇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孩子们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，他们会进行强制纠正。比如这个戴着鼻环的母亲，孩子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，直接控制了母亲的身体，将其硬生生地拽了下来。而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。小白身为其中的一员，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，她和丈夫开始谋划离开这个地方，但这必须要经过政府同意，他们才能成功。因此小白将这3年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。如果政府不允许他们离开，那么小白就会将这部小说发布。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注意，高层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而对于之前死去的那位母亲，高层重新拿出了一份报告，将其定性为意外死亡。这份明显是编造出来的报告，让老马开始对高层的做法产生了反感。想到金姐之前独自调查过这件事情，老马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，而金姐则是拿出了一份录音，这是其中一个孩子无意中透露出来的。但由于杂音太大，老马将其带回基地进行处理之后，所有的对话都指向了一个叫做斯诺克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高层出现在了2个孩子的身后，他们就像是有所感应一般，回头望去，3人6目相对，好像传递了什么信息。另一边，回到家中的小白一天都不想在这个小镇待下去了，她和丈夫商量离开这里的计划，并将小说的稿件藏在衣柜上方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的一个孩子将她的举动看得清清楚楚。等母亲回到楼下，女孩借着拿书包的名义来到了母亲的卧室，看着衣柜上面的小说，小萝莉若有所思，但她决定不打草惊蛇，任由父亲将自己带到聚会。与此同时，老马已经偷偷溜进了机密档案室，他要看看斯诺克这个地方到底发生过什么。等他打开这份档案后，老马发现这个地方竟然和小镇十分类似。档案上记载着50年前的一起事故，10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在一起事故中毙命，而具体原因，档案上却是一片空白。此刻正在聚会上的男人收到了小白的撤退信息，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孩子们看在眼里，他们就这样躲在树林当中，安静地看着男人离去。等他回到家中收拾行李时，无意中看到门外一道人影闪过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男人走进了院子，看见工具房半掩着的房门，他猛地拉开房门，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等他转过身来，邻居家的孩子已经悄悄站在了身后。随着男孩眼中泛起的光芒，男人也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，拿起硫酸就对准了自己的眼睛。而在楼上收拾东西的小白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小说稿。等他来到楼下时，整个人都定住了。此时金姐的孙女也回到了家中，看到了前来修复感情的金姐。就在这时，屋内的灯光开始闪烁，这是孩子们发动能力的前兆。而金姐也不愧是心理医生，很快就从女孩口中得知他们要对付小白，并且消灭一切不爱他们的存在。金姐的女儿也在母亲的掩护下，第一时间通知了老马。等老马赶到时，小白已经双眼空洞地坐在沙发上，站在一旁的就是小萝莉。而在她的控制下，小白如实地告诉她自己准备带着丈夫离开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她刚刚怀上的孩子。小萝莉自然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在她的控制下，小白伸出了手掌，女孩将一包毒浆裹倒在了女人的掌心，然后扶着母亲的手掌，慢慢靠近了嘴巴。窗外的老马立刻捡起石头准备阻止这一切，可他的手臂突然失去知觉，原来他的孩子也赶到了这里。在男孩的异能下，老马晕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金姐也终于在女孩口中知道了原因，原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地球，在50年前他们就降临过一次。可当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异常之后，用谎言欺骗了他们，将他们锁在了教室，然后用炮弹袭击了那里。所以这一次，他们为了能够得到人类的认可，那些不爱他们的人都将会被清除。可金姐却告诉他，如果你们用这种办法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只要你们不再继续伤害人类，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并且金姐保证，如果他们停止现在的举动，自己一定会接受他们。最终，女孩也被金姐说服，眼中的亮光泛起，通知了其他的小伙伴。而小白也在吞服毒药的前一秒，被小萝莉一把拍掉，然后紧紧依偎在了母亲身旁。你绝对不敢相信，这竟然是一群年仅5岁的孩子们。自从金姐和孩子们达成了协议后，这2年以来，妈妈们和他们关系变得越发融洽。这个小镇再也没有出现过事故。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，高层针对这群天赋异禀的孩子们准备了一次全方面的测试。金姐将其中2名孩子带到了一处军事基地接受检测，因为涉及到机密，她和老马被留在了车上。可2名孩子刚走进基地，眼中就泛起了亮光，在场的人都昏睡了过去，包括车上的金姐和老马。与此同时，看着孩子们正在专心的游戏，老父亲感到十分的欣慰。可就在他去打水的时候，屋内的电压又开始变得不稳定。等到男人回到教室，所有的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看到通往地下室的栅栏被打开，男人刚准备下去，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侵入了身体，随后失去意识，瘫倒在地。此时，一个小男孩却意外路过这里，看着晕倒的男人和通往地下室的楼梯，小男孩偷偷溜了进去。只见之前消失的孩子们正在这里围成了一个圈，眼中不断的泛起亮光。受到惊吓的男孩立刻逃了出去，可其中1名孩子若有所思地望向这里。而金姐这边，等她慢慢恢复意识时，2个孩子的测试已经结束，高层已经带着孩子走出了基地。可刚等他们回到小镇，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惨案。那名逃走的小男孩被母亲找到时，双眼已经变得空洞，
并且失去了记忆。而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，母亲无意中听到了高层和其中一个孩子的对话，女人的表情立刻变得狰狞起来，就像是听到什么恐怖的消息一般，慌忙回到病房，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。可病房里的动静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其他所有在家的孩子同一时间走出了家门，来到了路上，而不远处就是开车回家的女人。看到路中央的孩子们，女人猛地踩下刹车，还没等她调转车头，几名孩子已经发动了能力，汽车档位自动挂到了 S 档，然后女人就不受控制地踩下了油门。等到汽车即将撞上孩子的时候，才打偏了方向，笔直撞上了一辆货车，长长的钢管对准了女人的脑袋。针对这起事故，高层召集了所有人展开了会议，而孩子们却表示自己是无辜的，是女人先开车撞向他们，自己无奈才展开的反击，并且他们也没有预料到事情的后果。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可高层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让孩子们离开小镇的命令，因为孩子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安全感。令在场所有妈妈们都没有预料到的是，孩子们竟然答应了这个计划。与此同时，身在学校的父亲对上次孩子们集体失踪感觉到了奇怪，等他再次来到地下室时，却发现了小男孩丢下的玩具，随后就将这个线索交给了老马。等到了晚上，老马和金姐两人偷偷溜进了这里，刚走进这里，他们就发现了围成一圈的脚印，这无疑证明了孩子们曾经在这里做过什么。就在他们猜测的同时，灯光开始忽闪忽暗，等老马上去查看时，转身就发现了两个孩子，而他们对于老马的到来好像并不意外，但孩子们并不准备伤害他，只是派出一名男孩一直跟在他身边监视他。可所有的孩子们都没有想到，小胖因为长期和老马生活在一起，已经对其产生了感情。他将铁丝穿进自己的手掌，导致无线网短路，让其他孩子无法监视他的想法。他只想留在小镇和老马一直生活下去。而另一边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金姐一直躲在地下室。而到了深夜，高层突然来到这里，好像在搜寻着什么。躲在箱子里的金姐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可就在高层离开这里时，眼中竟然亮起了金光。金姐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在一处军事基地，一队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，竟然将他们的最高长官当场射杀。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因为士兵们全部都被这些眼中冒着金光的外来者所操控。而金姐在看到高层的真面目之后，再次查看了斯诺克事件的调查报告，在仔细的辨认下，她确定了高层就是当年的幸存者。而她将这些孩子们带走的目的也不言而喻，今天他们可以控制一个军营，那么明天他们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人类。为了拯救银河系，他们决定做些什么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名孩子找到了这里，原来就在刚刚，在小萝莉的逼问下，孩子们从小白夫妇口中得知了金姐昨晚也去过学校地下室。此刻，男孩轻松解决了拦路马，将金姐带到走廊上。虽然女人极力的辩解，但男孩根本不相信她的鬼话，将她定在原地之后，通过一双火眼金睛，金姐头顶的横梁开始断裂，上方的玻璃也在破碎，眼看屋顶就要掉落之际，突然2声枪响，男孩直接被击毙。金姐一脸惊恐地转过头去，原来小镇上早就有人看这群孩子不顺眼了。男人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。随后他闯进医院，准备将自己的儿子带走。可就在他开枪的那一刻，其他的所有孩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并且由于脑损伤流出了鼻血。等到男人带着儿子走出医院时，孩子们早已将这里团团围住。为了报复男人，小萝莉用意念紧紧控制住了他的手臂，然后慢慢对准了他自己的儿子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旁的老马直接将男人击毙，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随后孩子们将死去的男孩团团围住，将他身上的能力收回之后，才离开了这里。此时小镇上的其他居民都被聚集到了一起，随后军方的人来到了这里，告诉他们在孩子们离开之前，小镇实行封闭管理，回去之后所有人都不准走出家门。而回到家中的金姐却发现自己的女儿不见了踪影。正在此时，她接到了孙女的电话，原来女儿已经决定和他们一起离开。而老马在回家途中看见了满大街的士兵，也感到了不同寻常。他立刻找到了金姐，商量下一步的计划。在确定了时间之后，金姐直接来到了学校，找到了自己的孙女。如果自己的女儿要离开这里，那么她留在小镇上也没有了意义，所以金姐决定和他们一起离开。最终在她的苦口婆心下，孙女同意了她留下。另一边，老马来到了一间化学品仓库，利用自己丰富的化学知识，在1个小时30分钟之内制作了1枚核弹。他刚放下炸弹，就接到了小胖的警告，让他尽快躲进地下室。而在学校的金姐也被带到了一间地下室。随后孩子们来到草坪围成了一圈，发动了超能力，整个小镇的电力又开始变得不稳定，人们开始晕倒在自己家中。紧接着整个小镇的电力全部中断，一队士兵闯入他们家中，将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全部销毁。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天亮，孩子们才松开了手掌。而小白一家人由于提前接到了老马的电话，才躲过一劫。此时孩子们挨个的拜访了自己的父母，但他们都好像被清除了记忆，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孩子。而小白夫妇也在极力卖弄着自己的演技。可就在小萝莉将要离开时，小白的儿子突然喊了一声姐姐，这可把两夫妻吓得不轻。而小萝莉只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便离开了。吓坏了的小白夫妇立刻收拾行李就要离开这里，可没想到小萝莉却杀了个回马枪。就在他准备痛下杀手时，无意中看见了一旁的弟弟，
这才让他改变了主意，只是向父母比划了一个手势。而老马则是趁着这个机会，成功制服了一名士兵，潜入了军队当中，趁机将装有核弹的行李放在了孩子们的校车上。而这边的小胖则是利用自制的干扰器，带着金姐的女儿偷偷溜走。金姐则是留下来稳住局面，而小胖的出逃也被孩子们所发觉。但在金姐的劝说下，他们切断了和小胖之间的联系，放任小胖离去。而金姐则是和孩子们一起乘坐校车离开这里。混在里面的老马则是跟在后面的皮卡上，寻找着引爆的机会。而金姐愿意陪着他们一起离开，孙女也是十分感激她。可就在这时，高层的手下发现了被打晕的士兵，高层也意识到有人混在了他们中间，立刻停下了车队。眼看自己就要暴露，老马一声叹息之下按下了电话，校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爆炸。布谷鸟就此完结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